Hello， 我是 Nobu， 欢迎回到曲面实业的频道。这一集我们介绍怎么从 Illustrator 到 Rhino 的转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打开的是 Illustrator， 那这个是我网络找那个字体浏览器，然后把它截成一个图片。那我们智慧描图之后就得到这样。那这是它的自动描图的背支嘛？这是我们之前 logo 的背支线。我就这样全部最简单的方式怎么转换到 Rhino？ 你可以另存新档另存新档，或者是在这里 Ctrl C 就是复制，然后到 Rhino 的这个地方我开一个新的小模型，把它在上视图这里贴上，它就会自动变成一个剖面线。这是我们 Rhino 最新的资源就是你用 Rhino 8，应该就是它有支援新的 Illustrator 这样 ，OK， 所以它贴上之后，它就是一个剖面线。那怎么把它变成曲线呢？你把剖面线炸开那炸开之后，它会变成曲面。那你用这一个复制边缘这样复制这样就是完整的曲线了。然后第二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档案直接开启。我这个档案在这里这是我那个 logo 的档案。我就按开启档案，他就问你说你要2页全部开，还是开第1页、第2页？开第2页就好，因为我第2页是我的 logo 的那个背支线嘛，所以我就先把第2页打开，确定。然后它会有一个选项你看它这里就可以选。我们复制贴上，它是选剖面线，它直接就是给你剖面线。那你现在用汇入的、用开启的，它这里就可以选择曲线。选择一个曲线那我就用边界曲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已经进来就直接是曲线了，你不用再把剖面线炸开再复制边缘所以有2种方式你就是看你需要哪一种方式。那这是可以真实的使用的所以你就可以对它做什么实体工具的挤出那挤出这里我可能给个5或10都可以我用10好了假设用个10那我们看一下，那我用着色模式 OK。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做实体的挤出没有问题。那前阵子大家不是在吵说什么 CIS 企业识别是否要用书法字跟这种粗体字的差别会在于这个地方。你看如果我今天对他们都要导圆角，我这个地方我先把它往上拉一个高度好了，我拉到一个20。那我对它做实体的圆角就这样做整个表面我们就来看这个部分我们看了这个曲线移动到这里我们来讨论它破掉的地方。这个地方破掉是曲线造成的，还是它这个转折角造成的？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那通常主要是这个跟这个2个点造成它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会把它删掉，这样把它删掉然后这个你就可以稍微调一下，这样好。那一样我也是挤出，然后再对它导圆角，一样我都用1你看这里还是有问题，就是表示它这个转折出问题。那我在这个地方修改它的转折我就这样直接从这边调过去这样我大概这样调一下让你们感受一下就可以了你看我这边调的时候，这里就又导致它这个地方歪掉了。那我再做一次圆角，这里就转过去了。那你看这里就坏掉了，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线的连续性刚刚被我调到了这个地方。那我把这个点又删掉。好，
那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一种线它在描边的时候会造成这种连续性的问题。啊，这个地方还是有问题。那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就是把它重建，曲线的重建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原本75个点嘛，我用100个点，要3阶哦，刚用到1阶了，100个点，这样是不是就整条曲线了？那我一样挤出啊，不管高度多少，再导个圆角啊。OK， 你看这个圆角就做起来了。所以有些时候是这一个线的本身，因为你从 Illustrator 过来，它会造成这个地方，你看这里都是尖点，我把它炸开，这个尖点、尖点、尖点，会造成有时候它在导圆角或者是做后续的加工会出现问题。那你看我现在组合，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重建啊，100个，然后这样重建，它就会把尖点全部自动去掉啊。然后再挤出，然后再导圆角，可以看到哈，就是透过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曲面的品质，不要说品质啦，就是把它这个曲线处理好。那像这种地方就是可能转折太剧烈，这个地方也可能是转折太剧烈，然后这个都是尖点啊，我把它炸开，怎么判断它是尖点呢？你可以用这个量它是 G0啊，或者是它是 G1，这个都可以去看啊。这个地方，然后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重建嘛，重建就可以重新描述这一条曲线。那有些时候我们为了避免每一次，如果你今天拿到的是书法字标准字是这样。那你每一次各家产品，比如说你今天要上在你的杯子上，或者是键盘、滑鼠这种产品上面要做这些文字的编辑的时候，都会必须重新面临到这一些应该去修整的尖点。那如果你今天是粗体字，会比较单纯一点，它的线条很简单啊，它的线条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极简。那这个地方其实刚刚这里导圆角失败，是因为这个夹角，这个夹角太尖了。那这个夹角修正一下，理论上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圆角位置不够嘛。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这个地方，我刚刚是全部导1嘛，圆角是1，我这样全部框起来。这个地方不够，所以你看啊，我先导圆角这个垂直边，先导垂直边。先导这个垂直边，然后这圆角我用 0.5， 0.5 可能还是多 0.2， 0.2 这边用1，那这里也用1，这样好，然后接下来我在这边全部都导1。这样应该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可是理论上这样导圆角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把它炸开再组合所以这个地方有一点破面这个小问题啦所以当你的字体的结构变得很简单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速的适应各个产品、各个界面、各个可以印刷的地方比如说你要做招牌，要做雷射切割，要做什么，你的线条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在做的成本就会降低非常非常多。不然你看，你每一次要给人家做一个产品，他光要修这个3D经过这个发包，可能就要好几万。那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有的人觉得书法字好看，好看归好看，比较有生命，可是它在适应性上面就会问题比较多，然后它的成本也会高很多。那我再举个例子像我自己，因为我最近有在开箱玩具然后我的标准字就用的非常的简单，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个
你要说它是 logo 也好，也是标准字也好，反正就是做的。你看我的线条尽量都抓的蛮简单的。那当然我也是参考了出题啦，我还比较偷懒点，我没有特别去重描或什么，反正就是这样。那这个东西你在做导圆角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就单纯啦，要除错的东西会变得非常的少哦。你就这样做个圆角，圆角一。圆角一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哦。那你看我再做圆角大一点，圆角二。那通常比较有问题可能是在这个转折处嘛，圆角二，圆角三，啊，看看它到几会出问题，圆角五。那基本上都还不太会有问题。所以当你的字体的曲线越单纯，好，那你最后做的应用可能就会更方便、更多啦。我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这一集主要就介绍 Illustrator 进来这个 Rhino 这边怎么去做转档。OK， 好，那这一集就讲到这边啦，拜拜。